天这位捧场大嘉宾，他就是我们的戚薇。大家猜猜看，我今天是来干嘛的？是过来美死我们的。那我先走了，我不想看到横尸街头。马云知道不？我发小啊，还是马云呢？那会儿对钱还感兴趣呢。我叫玉美男，我爸叫玉教胆，他说他爸也叫玉教胆。遇到是真儿子。你媳妇儿绝对是很好的人，换我你早就把我杀了是吧？亲爱的新人演员们，这是我们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最后的大礼，哇！我非常开心能跟大家一起度过这个春天，然后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在夏天的时候迎来属于自己的绽放。第一季笑街暂告段落，让我们的快乐和热情永不打烊。闲鱼便宜，闲鱼集市更便宜。本节目由闲鱼独家冠名播出，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睡。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长康100%纯粹、长康100%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喜之郎果冻多点关心多点爱指定产品赞助播出。连接你的热爱，本节目由大麦演出联合出品，买票上大麦。我说好的呀的呀，好的呀的呀，全都好的呀的呀，好的呀的呀，必须好的呀的呀，好的呀的呀，后面来造一圈。最后一期是不是要整点特殊环节留念？我请了一位朋友为大家拍毕业照。这就是我们的戚薇老师。今天是我们节目最后一期了，待会儿戚薇老师指导大家拍一组最美毕业照。哎呦！小鹿和周老板往里坐一下，然后我们小象外面坐，因为小象人很小，所以要坐在前面不显得。哦，对对对，这比例比较好。咱们试拍一张，来，3、2、1。这样有点像证件照。大家能不能有一点就是记忆点？如果你有一个很想要释放的心，你就开花开起来，让观众一下想办法让他们看见你。OK， 老师们准备，3、2、1。可以，没有一个人表情是不得劲儿的，可以。当我说要让观众能记住他们的时候，每个人都发挥出他100%的表现力，我能感觉到他们渴望被看见。我人生中第一次穿着西装，戚薇老师领着大牌的摄影师给我们拍照，美好。我人生中永远会铭记这一刻。有点动容，因为在某些时刻，我觉得自己就是最不重要的，但是在节目当中，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自己作为这个主角，好像在参与。挺好。我们都是不被选择的人，既然少杰给大家一个露脸的机会，那我就要把握住。可能我们现在在坡底，但翻过山岗就会看见属于我们的风景。我们看到了演员们追梦的冲劲，也见证了他们的成长，但距离他们走上更大的舞台还差最后一步。如果整季时长的好评度能够超过70%，将解锁2026全年的大麦全国巡演。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不好笑就录街头最后一站了。希望今天我们都有特别棒的表现，加油！今天所有的演员都会挨个把自己最棒的线下内容放在今天的节目里边。这个状态是对的。OK，Let's go！ 让我们有请最直率的主理人翟佳宁。谢谢大家，谢谢。有请最暖心的主理人小鹿。
接下来有请最靠谱的主理人周奇墨。有请最热闹的主理人，欢乐氛围的制造机大张伟。谢谢各位一的支持，感谢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不好笑秀陆颂天堂。今天这位捧场大嘉宾，有600个成语来介绍他，他就是天生丽质、可盐可甜、聪明伶俐、多才多艺、气场全开，他就是我们的戚薇。Hello， 大家好，我是戚薇。哇，你们不要听大老师瞎说啊！这个大老师每次上来真的是都要把我夸成这样，让我内心是有点喜欢。那大家猜猜看，我今天是来干嘛的？是过来美死我们的。那我先走了，我不想看到横尸街头。不好笑就横尸街头。其实我今天来啊，是有个 KPI 的。我要到校街来当销冠。哦。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有没有谈恋爱或者结婚超过2年以上的，请举手。你几年了？10年吧。哦，10年了，跟我一样。我们努力加油啊，努力加油。然后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接下来的这一段话，大家可能要仔细听，因为跟你们息息相关。作为一个销售，我卖什么呢？如果我卖美妆啦、卖衣服啦，很正常，是不是？今天我们卖点别的。不一样的。什么？今天我们卖真爱保险。假如现在你们就有一个为爱情投保的机会，只要你们能在2年后不分手，就能获得25倍加的资金回报。什么意思？假如投保520块，如果你2年后不分手，你会拿到多少钱？13140块。不要激动，这只是投保520块的结果。5200呢？52000呢？52万呢？敢想吗？我先来10万的。你只需要等2年就能爱情财富双丰收。假如有这样的虚拟产品，我请问在场的各位，买还是不买？买。不买。啊，有不买的，为什么不买？我怕保险公司卷着钱跑了。我觉得这个担心是大家都需要有的啊。跳出节目本身，真的要提醒大家，现在有很多这种项目啊、理财的什么之类的，请大家自己看清楚，然后回去让家长看清楚。期待梗是不是？没有。纯提醒，纯提醒。这里就是一句警示，好不好？就是一句警示，大家共勉啊。除了各位，我还想让在场的一些人也可以买一买我这个保险。小鹿，小鹿，我很爱小鹿的脱口秀，他的《我的中女时代》，我还问他，我说你也不喊我去看，结果我翻了一下微信，我确认了，你结婚喊我了，但是专场真的没喊我。下次要记得喊我哈。下次结婚还是？下次结婚肯定是要喊的嘛，对吧？这么大的事你显然是要招呼一声的。那所以你这一次结婚是
就是多久了呢？忘了，这么久吗？我算一下，我24年结的婚嘛，2年了。那有没有信心撑过下一个2年？有，没有还行啊。有。哦，但是啊，听说只是听说啊，听说小鹿会带着她的老公汤包去参加一个水果台的4字综艺。你们盼着点好吧。3胎来了，还有节目叫《3胎来了》。谁说的？我可能可以考虑一下。没有，不要造谣。我说未来，现在没有，现在是没有。不要激动啊。OK， 不管小鹿去上的是哪一个综艺，我认为啊，夫妻一起上综艺，买好保险更保险。因为我是觉得这个保险对你来说肯定是可以受益的。对，好，我买了，我买这个保险 ，all in。那至于小鹿会参加什么4字综艺，大家敬请期待。小爱宝宝。救命啊！我听节目组说了，你从来不跟美女说话，你什么意思？真的是听说，你不仅仅是不常跟美女说话，你跟女生接触的时候都很害羞。我认为啊，听姐一句劝，你把这个保险给买了，就开启你跟女生的这个第一次的互动。好，买。这个您是第一个跟我说话的美女。你有诚意的。周老板。哎。我先买吧，赶紧的，赶紧买。天花板。对。才子，行业标杆，热爱艺术，每个新作品都万众期待，婚姻美满，孩子又可爱，还有好几个呢。造谣呢啊？怎么？跟我没关系啊，这些事情。没结婚，没孩子，没孩子。对，也没有好几个，也没有，更没有好几个呀。周老，因为我说的是周董。但是啊，周老板跟周董之间真的有很多的共同点。我说前面是不是你们都觉得我说的就是周老板？所以。周老板，这保险你得买呀！必须得买，买了就能成周董。是，果然是专业的，上来就把我梗给刨了。Sorry， 再给您写一个吧，台长。以后周老板就是我们笑接周董，好不好？好，谢谢。谢谢您提，祝福你，周老板。大老师，耶！啊，哎，大家应该知道，大老师爱情模范。我也说好多年了啊。跟自己的爱人既是伴侣又是搭档，甜甜蜜蜜，这个组合根本就不怕每天工作不着家，因为接啥活都等于居家办公嘛。所以大老师可谓是真正的经纪人是有难。但是也不用你买了，好不好？今天我送你啊！为什么？因为我小时候还抱过你呢。
我想起来了，在那之后，有很多人希望我可以再抱他，不是不抱，时候未到，已到。抱一抱那个抱一抱，都要收官了，咱们要给节目制造一个爆点。爆点好。太好玩了。好嘞，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啊！谢谢大老师。OK 啊，跟大家开个玩笑。其实真爱保险只是电影里面的一种假想，真爱不是遇见的，是养成的。但是遇见和养成都需要一些时间，但是爱自己是随时都可以开始的。那么爱自己的第一步，欢迎大家来电影院看我的新电影《为我的心动买单》。谢谢大家，我是戚薇。厉害！谢谢戚薇。戚薇来说了，为心动而买单。别人有没有为心动的事买单，我不知道。但是翟老师，你当这叫翟宝宝对了。翟老师最喜欢一个人去迪士尼。相信吗？翟佳宁最喜欢一个人去迪士尼，好难过。不，我是挺开心的，自己去。别哭，别哭。不是真的，老师，您不知道那个单人通道排是多快呢？真快，那单人通道就相当于买优速通了都已经。那个花车出来了之后，你也会这样的，哇 ，Elsa， 不行不行，他看美女他远，从特别远的地儿了才能看见。那么，亲爱的各位朋友们，现在也到了各位拿起你们这个观看卡的时候啦。所有演出结束后，根据您自个儿的感受进行打分。在单场评分4星以上，比例达到70%以上的，我们就能解锁优酷平台提供的各种奖励。相反，没有达到70%，就要准备露宿街头。10场演出之后，4星以上达到70%，就能够解锁2026全年的大麦全国巡演。哇！哦，是真的会去全国演？对呀，所以仰仗各位，谢谢大家。是的，在我们这个新人演出之前呢，有我们本季最后一期，当然是由我们的天花板周奇墨带来开场舞台。周老板，哎，大家好，我是周奇墨。今天呢，来给大家聊一聊现在的所谓的智能电器哈。现在的电器确实越来越智能，但我感觉也越来越复杂。比如他们好多呢都用那种触控屏，触控屏往往是什么呢？就是你那个键按一下呀是一个功能，然后长按几秒钟又是一个功能，然后这个键跟另一个键同时按又是一个功能。我有一次买一个电饭锅，然后他告诉我3个键同时按是一个功能。当时我想，哇，你这电饭锅怎么还带和弦呀？啊，你这唱的什么？咪嗦啦啊？咪嗦啦。所以我特别怀念以前那种老电器，都是实体按键，逻辑非常简单，一个键就那一个功能，你按多少秒都是那个功能。这个键跟另一个键同时按，它就坏了。逻辑非常简单，维修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拍。收音机没声了拍，电视没图像拍，洗衣机不转拍。为什么？因为以前那个年代啊，中国人手里没有多少钱，所以那些电器在我们手里使用的寿命哈，远远超出它正常的寿命，所以那些电器也累，他们也需要鞭策。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里那个洗衣机啊，每次它自己真正转起来之前，都要先歇2气儿，你就听那个动静，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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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拍一拍，咚咚咚咚咚咚咚。
感觉他在喊痛啊，痛，别拍，我干活还不行。所以你看，为什么那个年代的人到老了以后，现在出去遛弯，在公园里都是一边走一边拍自己。因为他在尝试修复自己，而且可能一边拍一边心里想，休闲娱乐来一个，温馨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事活动多点关心，多点爱。来吧，真顺呐，好柔顺，真顺啊！爷爷奶奶可高兴了。特别怀念以前的电器啊！我觉得以前的电器特别有人情味儿，因为有的时候你确实一个人你用不了，你得两个人配合。比如以前那种带天线的老电视，往往是一个人在屋里盯着屏幕指挥，另外一个人在外面挑天线，然后里面这个人冲外面喊：“你再往右边点儿，你再往右。”你过了，你往回来点你别动，你松手就不行了。你在外面坚持一会儿啊，大结局了，等你进来我跟你讲。太有生活，很有人情味啊，大家都要交流呀。但现在的电视呢，很智能，但是也很冷冰冰，一个人就可以看，但它需要2个遥控器。你2个遥控器在手，但你控制不了视频网站的广告。我觉得视频前的广告有点像什么？有点像给你看一样好东西之前啊，用手蒙住你的眼睛啊，说给你看样好东西啊，3、2、1，哒哒，这个节奏是 OK 的。但现在的广告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啊，给你看样好东西啊，120、119、118。什么好东西都顶不过120秒的期待，你的阈值会被拉得非常的高呀。你想一下，如果一个人蒙住你的眼睛3秒钟，说有个人要见你，你中间可能会想谁呀？老同学、前任。但如果一个人蒙住你的眼睛120秒，说有个人要见你，前面你还好，到后面你会想，最好是戚薇。最好是戚薇，还有她老公李承铉，还有50个乘风破浪的姐姐，再加100个披荆斩棘的哥哥，期待得高到这个地步。要干嘛？到了梁山了，对。现在还有很多过去没有的健身器材，比如划船机，我用过几次，太无聊了。我发现划船机，它这个名字就很有误导性，会让你联想到湖水、蓝天、白云。买回家以后在那儿模拟划船，但没有，你真正买回家，你是面对着4面大白墙，在那儿模拟拔河。就这么拉就拔河。这个机器本来应该叫拔河机，但它这么叫它卖不出去，所以它叫划船机，而且都不是一般的拔河，是在跟一个小孩拔河。就你每赢一次还要让他一次啊，就是我赢了，你赢了，我要赢了，你要赢了。我用了2次以后，除了胳膊酸，别的地方我感觉都没有锻炼到啊，我觉得不对劲儿，然后上网一查，划船机看似胳膊发力，其实是先用腿发力，然后蹬把那个杆拉过来。我就想，怎么健身动作中到处都充满了这种看似胳膊发力，其实别的地方发力啊？你去健身房，你做一个高位下拉，看似胳膊发力，其实是背部发力啊。你做一个平板支撑，看似胳膊发力，其实核心发力。就连拳击出一拳，你看似胳膊发力，其实是脚蹬地由腰传导发力。我就想，胳膊呀胳膊。你要是不发力，你能不能别动弹啊？怎么总显着你了？我就感觉胳膊呀特别像一些公司的中层领导，
哎，这策略是大脑制定的，执行呢是什么核心和大腿干的，但最后是他来到镜头前说：“看我厉害不？啊，看我厉害不？”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周奇墨老师，谢谢。您提到了一些以前的那种老物件，确实以前东西都是要拍这东西才能接着看哈。那戚薇，您有什么小时候以前的老物件吗？老物件我不知道，我可能在场有很多宝贝都不知道这个什么东西。宝贝，这位宝宝就是不知道啊。宝宝，他只知道一个人去迪士尼，我已经麻了，现在听着。宝贝们应该也不知道，就是有一种手机，它并不是翻盖的，也不是直屏，它是这样。啊？旋盖。这个手机承担了旋转的功能，是程旋是吧？太。我挺怀念以前那种 CD 机的。哦，因为 CD 机你听歌的时候就是整张专辑那么听，哎，然后你能听到就是这个歌手或者制作人他的选曲排列的那个思路啊，然后而且关键是有好听有不好听的，在不好听的歌那个衬托下，你才能觉得有些歌好听。太对了，还有磁带，以前那个磁带就是它跟 A 面、B 面，哎，对我听磁带的时候特别有仪式感 ，A 面这么听 ，B 面的时候反正这么听。磁带不翻面，您翻面是吧？就是这么爱音乐，怎么样吧？是不是？哎，以前有很多可爱的地方，现在大家喜欢的东西也会变成以前的东西，对，是不是？都有很多值得怀念的，都是很温暖的啊。好的，那么下面就要到了我们新人演员了，看看谁能让我们都笑喷了。有请到我们第一位的就是我们的刘三变。能够参与收官之战的演出是非常幸运的事情。我今天对自己的期待就是要贡献一个很不错的舞台，为自己和兄弟姐妹们争取到更高的分数。我希望跟更多的观众在线下见面。好，加油！最后要收官了，都加油！有请到我们第一位的就是我们的刘三变。哎，大家好，刘三变。我第一期聊了很多我妈催婚的事儿，对吧？大家都听了是吧？聊了很多我妈的事儿。今天最后一期了，我想聊聊我爸。我爸跟我妈不太一样，我爸不咋唠叨我，他管我的方式比较直接，就是打我。小时候我犯错，我爸在现场，我爸会直接打我。如果我爸不在现场，我妈就会说：“等你爸回来，我让你爸打你。”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以为我们家庭人员的构成是我妹妹、我妈以及我妈的打手。我爸打我妈骂我，完了他俩要说打是亲骂是爱，打是亲骂是爱，这句话太污烂了。他合理化父母打骂孩子行为，对吧？这都不合理。要真的打是亲骂是爱，孩子攀比谁的家长好，也不用比书包面文具零食了，都脱光了比伤势不就完了吗？哎，你看我这左一块右一块青一块红一块，这都是我爸对我的爱。我爸对我的爱360度无死角。我昨天我胳膊都脱臼了。你还说你爸爱你，你食道没有几道伤吗？你晚上回家让你爸再爱你一回吧。现在想想，幸亏我爸在我小时候不是那么爱我。我爸在我的生活里面存在感不高，如果他存在感太高的话，我现在可能就不存在了。我们总说父爱无声，父爱无，我们太爱一厢情愿的歌颂父爱了，什么都没做还父爱无声。小时候写作文还有个经典桥段，父亲教我们骑自行车，手在后面扶着，扶着扶着手就松开了，有的时候还是下坡。我们总说父亲要锻炼我们勇敢，要锻炼我们，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那么几个父亲就是故意的。他想打孩子，但是觉得直接上手打不好，跟那些粗鲁父亲一样。想要营造一个好父亲形象怎么办？就伙同自行车一起转。回家一摸电视机热的，走儿子，学自行车去。考试没及格，走儿子，学自行车去。偷家里钱被发现了，走儿子，学摩托车去。
这些年呢，我们爷俩为了避免尴尬情况产生，也就尽量避免单独相处。但他有一天一反常态，主动约我。那天一大早喊我起来给他做早饭，折腾1个多小时，给他做完早饭，吃完他要去医院体检，开了1个多小时到医院，医生说吃完早饭不能体检。完了又在医院附近找个地方吃午饭，坐下来我刚想吃一口，他看到旁边的姑娘在喝奶茶，他也想喝，我就去给他买，完买回来直摇头说儿子少冰3分糖加芋圆绝子。我说你这些玩意儿都什么乱七八糟，你都听谁说？他说刚才那个集美跟我说的。下午他跟朋友打麻将，让我坐在旁边，赢钱他自己装起来，输钱让我给。赢钱他装起来，输钱我给。那场麻将的结局非常神奇，4个人打麻将，最后4个人赢钱。散牌算完账，几个人都傻了，说都没输吗？那钱呢？到底谁输了呢？还谁？看牌的输了呗。付费观看了。还有个叔叔注意到了，小柳待一起码很无聊吧？我说不无聊，参与感很强。我比你们都紧张。晚上我爸约了朋友喝酒，把他送到饭店，我就先回家了。大概晚上11点了，我有点困了，他打电话去接他。我说爸，你要不自己回来呗？他说行吧，老张是儿子接的，老李也是儿子接的，我自己打车吧，我比较独立。我说爸，你干啥？你赌什么气？60多岁赌这气干啥？我就接你们就完。开车到饭店门口，又等了半个多小时，他才摇摇晃晃从里面走出来，一看就是喝多了。回到家，他又说胃不舒服，想吃面条，给他下了一碗挂面，他吃了一口，他说不筋道，要吃手擀面。我真的崩溃了，你想想一天的经历，我想到一天，我就问他，爸，你到底想要干啥呀？啊，你折腾我整整一天，你到底有什么目的？他仿佛在等我问这个问题，瞬间就清醒了，坐起来就回答我一句话，就一句话深深的震撼了我。他说，经过这一天下来，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个儿子挺好的？我从来没想到会活成别人催婚的帮凶。我配合他演了一整天。我妈呀，那些催婚的招太低级了。我妈只会打直球。我妈之前在我相亲这个事情上做过一个突破。我妈给我介绍过一个离异带孩子的。有一天我上班，我妈给我发了一个小男孩照片，4、5岁小男孩照片。朋友们很难想象我相亲看的是小男孩的照片。他还问我好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就如实说，我说还挺好看的，谁家的呀？他说你要努力的话，以后就是咱家的。我也不知道我妈做了多大的心理建设，但我觉得她同意我娶一个离异带孩子难度应该挺大的。我觉得这个难度啊，甚至大过她同意我爸娶一个离异带孩子。不是，当然我对离婚没有任何成见，这个年代离婚很正常是吧？离婚没有任何成见。我跟那姑娘我们接触了一段时间。跟他娘俩在一起待久了，走出去也像一家3口一样，就总有那种，你们发现吗？一家3口出去，总有那种好事的人挑事，问孩子你到底更喜欢爸爸还更喜欢妈妈，对吧？挑事儿，而且现在哈，家长对孩子投入都很大，很多家长在问题上其实是有点在意的，有那种吃醋较劲的心理，希望孩子能够更喜欢自己，对吧？但那天当我听到有人问孩子这个问题，我毫不在意。问问题都傻了，从来没见过这么洒脱的爸爸，好像这个问题跟他没关系一样。那可不跟我没关系呢，对吧？跟我有啥关系，对吧？但没想到最后真的跟我有关系，因为小朋友看了看我，看了他妈，想了想，他说我最喜欢叔叔。当时场面特别尴尬，问问题人很显然慌了。他是想挑事，没想到挑出这么大事儿呀。他以为什么家庭丑闻就这么曝光，但我自己知道实际情况，我还挺骄傲的。小朋友他妈妈也很欣慰，小朋友自己也很开心，我们3个人在一旁其乐融融。那个小朋友喜欢我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因为我是叔叔，叔叔跟爸爸管孩子是不一样的，叔叔是不能打孩子的，对吧？叔叔打孩子搞不好就刑事案件了，对吧？叔叔不能打。但在相处过程中，我真的那孩子太淘气了，无数次想动手，我很多次想做，太淘气了。最气人的是。他还会骑自行车气死我了啊！当然，我最后还跟姑娘分开了啊。这次分手比以往每一次分手都更痛苦，因为以往的每一次分手，
我都是失去一个人。分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回家，因为爸妈他们见到我是不会问我工作情况的，你知道吗？他们只问我有没有谈恋爱，那种感觉怎么说呢？就是别人在意我飞得高不高，他俩只关心我是不是比翼双飞。我甚至有一年过年我都没回家，给我爸打电话说爸我不回去了，听得出爸有点失望，我赶紧转换话题，我说爸还有个事，你给我转2000块钱，我这边过年我得置办你点，我特别生气，他说你是不是疯了呀？啊，你是不是疯？我问问你，你是不是疯了？人家过年都回来带钱带年货带老婆，你不能算你还问我要钱，你是不要脸了吗？你是不要脸了。我说爸，现在有没有觉得有一个儿子还不如没有呢？当然了，我不能让老爷子伤心嘛，对吧？我最后还解释了一下，我说爸，那个其实有孩子还挺好的，有孩子挺好的，没有孩子你怎么知道什么叫虎父无犬子？好，谢谢大家。刘三变，棒棒的 ，yes。哎，三变，咱们这是第几次在这个舞台上演了？第5次。第5次了，哇！刘三变这回来着了，这戚薇在 fashion 界是非常著名的。因为柳三变之前有一点点那个什么打扮上焦虑啊，容貌上的想变得 fashion， 很可爱，你这样很可爱啊，可爱这个词儿伤人了是不是？说不出帅不帅，但是如果我说很帅，我确实啊，行了，姐确实吃过好的。对。哎，如果给他一个建议，怎么能让他更加的能帅气一点？平时我觉得发型。今天这发型还不行是吗？可以，他这个植发很成功了，以前是个秃子啊。头套一薅就下来，您觉得应该怎么样的？因为我很喜欢那种胖胖圆圆，还是小汤圆那种感觉。越问缺点越多，你再往下看看，腿还短呢。我觉得真的，如果你烫卷呢？这已经烫过的啊？不是，我是说看得出来那种方便面卷。变成一个稍微爆炸一点，更可爱哦。但是我说实话，我想走帅的路线。那条路已经封死了呀。因为刚刚三面讲到他爸他妈都催过他结婚什么的，你觉得如果将来你小孩长大了，你会做那种催婚的父母吗？我绝对不催，一定要让他看清楚婚姻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哎。如果当你找到这个人，你们不会让你觉得婚姻比恋爱更好的话，我觉得不一定非要走进婚姻，那只是一个形式感的东西。是。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说你们考虑清楚，这个人真的是你很爱的人，那你去跟他奔赴一场婚姻，我觉得是一个很酷的事情。是的。就因为我跟炫哥结婚的时候，我们就在说，就如果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们一起，你有没有赴死的决心？但是如果你想要依靠婚姻本身给你搭建起来任何堡垒或之类的，我认为靠你自己更靠谱，在任何一个阶段。对，有道理，这个话太对了。真正的那个堡垒就是自己，对，自个儿坚强就是那座墙，就是了不起啊。也想问问坚强的堡垒宅子，哎，你父母会给你这种婚恋的压力吗？他们催就是硬拐到那儿。硬拐着，就比如说前几天我给我爸那个发微信，我说爸，你把你电话号码给我，完了给你绑一个套餐，咱们俩共享199G 流量。他说好的儿子，然后就给我把电话号码发过来之后，但是儿子30多了也要找个对象了，完全不挨着，就硬催。安排过相亲吗？安排过，我欣然去啊，我跟人女生辩论了3个多小时啊。辩论什么呀？比如说，就是我跟他第一次见面，哎，然后我说我是脱口秀演员，哎，然后他也看脱口秀，他就说那个我认为文本重要，我说我认为呈现重要，我就好好跟他掰着。你跟鸟约会？就大概就这意思。那行，祝福您永远快乐，谢谢。最后了吧，给自己打9分吧，另外的1分，下一季我再来补。刘三变这些回的演出都让我觉得坚持很值得啊，因为他就是喜欢这个从微博上去写笑话开始，
然后到现在能做这些脱口秀的整场演出，肯定是能越来越棒。希望以后能独挑一片天地。下面这一位呢，又是一位父亲，他是2个孩子的爸爸，他叫做楚哥来啦。你这次录制的状态还蛮不错的，特别好啊，对啊，很棒，每一次都很好。接不住。上一次表演确实有一些遗憾在，因为鲍勃在前面太炸了，搞得我心里压力很大，然后导致讲的时候有一点点失节奏了。今天最后一期了，这一场段子我是很喜欢的一套段子，足够好笑，所以上台之前也是最自信的、最松弛的一场。这一次我会火力全开，不给自己留遗憾。他是2个孩子的爸爸，他叫做楚哥来啦。好，楚哥。对，我今年35了啊，有2个孩子，我有2个闺女啊，羡慕吧？我真的特别喜欢闺女，然后我大闺女出生的时候，我就特别希望是个闺女，果然是闺女，喜极而泣。我妈看我哭，她也哭，没事儿，可以下一个生男孩。其实我们以前没想过生2胎，后来我媳妇儿担心我大闺女长大以后会孤单嘛。所以就想再生一个，以后可以互相作伴。但我2闺女出生以后，我们全家人都围着老二转，我大闺女特别孤单，她自己可能也疑惑，这是怕我以后孤单，让我提前适应一下嘛。所以现在我会特别照顾我大闺女的情绪，然后会比较偏袒她。然后我媳妇儿呢又嫌弃我怠慢我2闺女，晚上下班回家之后还阴阳我：“2闺女，看谁回来了？叫表爸。”不过说实话，其实我陪孩子挺多的。我只要没有事儿的时候，我都会陪孩子在小区里玩。但小区里确实有很多让我很头疼的东西。小区里有很多的蚊子、小虫子，还有小男孩。这有些小男孩真的太皮了，你知道吗？无缘无故抢我闺女的玩具，把我闺女都惹哭了。我说他一句，他妈还不高兴了。小孩子之间的事儿，你一个大人瞎掺和啥？那我也不能让我闺女受委屈啊。我说这是小孩子之间的事儿吗？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儿。然后他就把老公叫来了，手臂上纹了条蛇。然后我就把我爷爷叫来了，97了。我一个山东大老爷们儿，我肯定不是怕他，我只是从小就怕蛇。虽然我喜欢陪孩子玩，但我不会照顾孩子，尤其我2闺女只有2岁嘛，然后平常都是我爸妈帮我看孩子。但前段时间我爸妈有事回老家了嘛，我在家全职照顾我家2闺女，照顾了1个周，我啥也不会，我只能从网上搜，怎么给孩子做饭，怎么给孩子擦屁股，喂孩子吃了辣椒怎么办？小孩子能喝啤酒解辣吗？孩子都睡3个小时了，是喝多了吗？被老婆打到什么程度算家暴啊？只有我媳妇儿对我各种不放心，一天10几个电话。我给我闺女下了面条嘛，一直问我吃了多少呀，吃了多少呀？我说吃了1升。她说吃进去多少？那我哪知道呀？我只能把她身上的面条全都扒拉到碗里。你们可能想不到，比1碗多。哦。面条发了。这他一直问我拉了多少，拉了多少。我说拉了我1升。他说拉的量有多少？我说这我就不能扒拉了。小魔仙。其实说实话，我挺关心孩子的。像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大闺女不小心那个脚踝摔骨折的嘛，我就很担心，因为是我给她摔骨折的。什么？这我可以解释，我大闺女7岁，2闺女2岁，然后我周天不在家没事干嘛，无聊嘛，我就在家扔我2闺女玩。是她要玩啊。其实本来玩得很好，因为她很小嘛，只有2岁，她扔上去很好接嘛。
但我大闺女看到了说真刺激，我也要玩。我媳妇在旁边说这有什么刺激的，扔上去不接更刺激。我以为这是个建议。我是在卧室扔的，我把它扔上去，自由落体，下来就说脚踝疼。我说没事儿，爸爸给你活动活动。一活动就哭了。只有我媳妇在那客厅听到了，问怎么回事。我当时脑子都不知道在想啥，我看一下表，下午1点，我说可能是困了吧，给我睡了。结果闺女哭着被我哄睡着了，醒了之后脚就肿了，当时给我吓坏了，我媳妇知道得杀了我。结果我在那努力想理由呢，我闺女问我，爸爸，你不带我去医院吗？所以我才想起来，赶紧叫我媳妇带我闺女去医院。不过我媳妇也很好嘛，她没有杀我嘛。但说实话，我挺心虚的，你知道吗？因为我特别怕别人知道是我摔倒我闺女。去之前我还小声给我闺女嘀咕，我说闺女，如果有人问你是怎么摔的，你就说是自己跳太高摔的哈。到了之后，大夫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摔的呀？我闺女还没说话呢，我媳妇说她爸扔起来摔的。所以我当时感觉无地自容，你知道吗？我一想这个问题赶紧划过去，但这个时候我闺女帮我说话了，是我自己跳太高摔的。大夫也很配合，多高呀？比我爸爸高。不能大夫简单的检查了一下嘛，说应该没什么问题，应该就是扭着了，不要活动就行。我问他，我说如果已经活动完了呢？他说那去拍个片吧，顺便做一个 DNA。拍完片之后确认是骨折，我们大夫也说嘛，说没什么大事儿，可以打石膏，也可以做支架，你们自己选。我问他，我说分别多少钱？我媳妇一下就发火了，这个时候你还在乎钱？大夫说石膏300，支架700，我媳妇说打石膏。但这个事儿却让我挺担心的，你知道吗？因为我大闺女已经7岁了，你知道吗？她有记忆了。我现在特别担心自己的晚年。我大闺女用轮椅推着我下坡，跟她妈说真好玩。我媳妇说这有什么好玩的？松手才好玩。我晕倒在坡的下面，路人问这老头怎么了呀？我闺女说可能是困了吧，该午睡了。谢谢大家，我楚哥。楚哥棒棒哒！谢谢。我们齐薇第一回看，觉得楚哥是不是爆笑？很好，但是呢，你的婚姻还好吗？很好，就是我媳妇儿对我的压制很完全的压制住。你媳妇儿绝对是很好的人，一定要珍惜她。换我，你早就把我杀了，是吧？哇塞，你们家真的很幸运啊！就是对，我媳妇儿特别好，特别好。其实刚才楚哥在说他整个一段的时候，我是非常有同感的，有共鸣。对，就是他比如说举孩子或之类的，炫哥很简单，他就是一个居家的游乐场。他不是只有像楚哥说相声这样丢，他每次丢我都害怕，要想去接，但他很夸张，他可以借助我们家所有的东西玩他的娱乐项目。就比如说我们家有那个懒人沙发，大大的那种。7也是做进去，那个 Lucky 小时候也是往那里头做，就是把它塞在那个里头，然后他拿起来这样甩。然后还有呢，就是小男孩嘛，很喜欢变形金刚之类的，他就会跪在那边，然后让他在肩膀上面，他就哇棒刨冰。我在他边上看着他的时候，我就说抓紧，你这抓紧。我永远在边上都是这样子，所以我超紧张，我很害怕发生跟楚哥一样的事。我已经幻想过无数次，如果哪天他失手了，你会怎么样？你们就会在网络上看到热搜。
别，怎么没那一天，没那一天，你就给他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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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好不好？哎，就可以了，就给他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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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够了啊！我天天一身冷汗。好了，今天非常感谢您的分享，谢谢这一季带来的所有脱口秀，谢谢。楚哥的表演啊，其实他这个题材是有点冒险的，但是呢，他把这个题材处理得很好，整个人表达出来的都是对于女儿的满满的爱。我作为一个其实不是太称职的爸爸，会有一些不靠谱的表现，但我觉得我两个闺女确实是给我的人生带来了极大的改变。有两个闺女，我觉得极其的完美。整体我觉得这篇稿子讲的没有遗憾吧。每到深夜，我就会想起曾经脱口秀的黄金年代。那时候的喜剧没有套路，无比的纯，但现在再也找不到100%纯粹的东西。面呐，你把这当开放麦了，我都饿得快晕了。而且谁说没有100%纯粹的东西啊？做面跟脱口秀一样，得敢把好东西拿出来。哎，识货，段子可以垮，但油必须纯。啊，好香啊！长康100%纯芝麻油，坚持纯物理压榨，纯好味道。咸鱼便宜，咸鱼集市更便宜。本节目由咸鱼独家冠名播出，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睡。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长康100%纯粹、长康100%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喜之郎果冻多点关心多点爱指定产品赞助播出。下面要上场的这位新的演员，他是我们小鹿的老乡，是不是？来自咱们美丽的云南，有请小夏。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的小象，大象的象。大家可以先猜一下我的年龄啊，15，不要再往下猜了好吗？我自己说一下，我今年34岁啊。大家不用惊讶，你们应该有机会活到这个年纪的。不说的话，应该能看出来是个女生吧？确实是个女生啊。从小到大，我喜欢留短发。前段时间我去剪头发的时候，我就看到价目表上它写着。男士洗剪吹36，女士洗剪吹46。我就去问老板，我说老板，我多少钱？老板看了我一眼，儿童26。我是出生在云南的一个边境的小县城，县城很小，发展比较缓慢。这么说吧，在我家那里啊 ，CBD 是一家砂锅米线店。县城很小，它属于一个熟人社会。有一年我回到县城，我去法院旁听了一场法庭审理。我走进去法庭，我就发现啊，这个法官是我同学，这个检察官也是我同学，就连这个被告人，说实话确实也认识。我坐在台下恍惚间，我就觉得我们不会是在玩剧本杀吧？县城很小，以前呢教育资源不是特别好。我记得很清楚啊，高3的时候，在一节历史课上，有同学提问说，赤壁之战为什么影响深远？我的历史老师不慌不忙，因为赤壁之战有着深远的影响。谜底就在谜面上啊。后来呢，参加高考，高考的时候我考了我们县的应届文科状元。你们不是吗？虽然说是状元啊，但其实县城本来也没有多少考生。分数出来以后，我立马就在街上遇到了文科榜眼和文科探花。我们互相道别之后，5分钟又在 CBD 见面了。大家都知道啊，状元、榜眼和探花合称为1甲。但是我们3个人到现在普通话都还没过2甲。
不知道大家选专业的时候是怎么选的？我选专业的时候，家人给不出什么特别好的建议，就让我自己选。我就去书店翻书查，还真让我找到一本非常权威的书《12星座大全》。我就看我的星座对应的职业，天秤座，律师。我觉得这个职业不错，我就这样选了法学专业。找不到工作的。读书的时候呢，有同学就来问我，他说：“哎，你为什么选法学专业啊？”我总不能跟他说我信星座吧？我就说：“哦，家里有点这方面的关系。”其实法学呢是一个非常卷，也不太好找工作的一个专业。我有同学意识到这个问题啊，大一结束他就选择从法学转到了考古学，这都不是从一个坑跳到另一个坑啊，这从坑里直接跳到坟里去了。但是呢，双重的专业背景也给他的就业提供了双重的保障。学考古和学法能够做什么呢？他现在在朋友圈卖古法红糖。自从学了法律啊，亲戚朋友喜欢来问我法律问题。之前有个亲戚来找我，他说：“小象啊，我要跟我老婆离婚，我要把她告上法庭，我自己写了一份离婚起诉状，你帮我看一下。”我接过来看，第一句就让我眼前一黑：“尊敬的最高人民法院。”我说：“你这不是告到法庭啊，你好像告到天庭去了。”他问我什么意思，我就给他解释。我说：“你这个事情啊，最高人民法院肯定是管不着的。”听到这里他就急了，他法院敢不管？我先把法院告到法院。我说：“那你还告你老婆吗？”他说：“儿女私情先放一边。”我是在东北读的书，其实在外地读书啊，多少就会觉得外地人对云南人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当时去读书的时候，我同学直接问我：“他说小象啊，你们那儿通路了吗？”我说：“通了，通了，不通路，骑大象也不太方便的呀。”云南人呢喜欢吃一些奇怪的东西，比如说虫子。有一次我妈妈给我邮寄了一袋竹虫，长在竹子里可以食用的。当时我没在学校，我东北室友给我收差快递。过了一会儿，他给我打电话：“小象，你妈妈给你邮寄了一袋油炸的蛆。”真的，他被吓死的很好了。有同学知道我是云南人之后呢，还拜托我去产地给他带正宗的普洱茶。我是这么回答他的：我说我从家里到东北大概花7个小时，但是我从家里到普洱茶产地要花10个小时，你忍心吗？有同学说：“你们那儿果然没有通路啊。”在东北生活的时候，我经常很容易被认出来是一个南方人，倒也不是因为我长得矮小，毕竟东北还是有小孩子的。有一次去坐车啊，一上车司机就问：“是大学生吗？”我说：“嗯。”“南方哪里的呀？”我觉得很神奇啊，问他怎么知道。司机特别傲娇：“在我们这嘎呀，不说嗯，只说嗯呐。”这个傲娇的司机呢，特别喜欢聊天，一直想拉着我说话。但当时呢，我不想说话，所以呢，趁他不注意，我就赶紧把我的耳机掏出来戴上。我猜他知道我的意思了，但毫不受影响，继续跟我说。实在没办法，我就指了一下耳机。这一下他终于明白了，然后用了比之前大1倍的声音跟我说话。他不会觉得刚才我是带了一个助听器吧？这个傲娇的司机啊，在车上放的歌也特别有内涵。他先后放了《男人不容易》《男儿当自强》《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下辈子不做男人》。男人系列，男人歌单。我就感觉他就载我一程，我直接听完他的一生。
他放歌也就算了，他自己还要跟着唱，他唱到动情的地方，他还哽咽了。我坐在旁边，我总感觉我就像是那个辜负了他的女人生的那个小孩。讲了这么多家乡，其实也希望大家去到我的家乡玩。我的家乡是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虽然地方比较偏远，但是好吃的非常多。大家呢都去吃 CBD， 帮助我们提升 GDP。谢谢大家，我是小象。厉害厉害，非常的棒。小象，你是第一次来那个录节目，对不对？对，第一次。你说起来这脱口秀这感觉，你们那边就跟那个动画片一样，特别童话。说小鹿啊去看了小象讲脱口秀，小象有同事很喜欢小鹿这个前辈，对不对？真的很喜欢小鹿。哎，来，哎，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小象就是云南老乡，然后呢是一个法学的博士。正规学历。对。他还兼职好几份工作，大学老师、法律兼职律师、兼职脱口秀。哎呦喂！所以小象是为什么会来说脱口秀呢？老师和律师的话其实比较严肃，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脱口秀的一个反应。我明白。所以你上课的时候不会找梗，是不是？上课的时候也会讲一些冷笑话。啊，那律师呢也不会，只会找证据，不会找梗，是吧？律师的话最好还是不要讲冷笑话了，没有人会笑。对，太有意思了，有点遗憾，啊！最后一集了才看见您这么精彩演出。咱们节目必须有第2季，为了你。对，多展示2段，好不好？好，加入第2季。这么有能力，帮我们招商下一季，好不好？对。小象，谢谢您，来吧，可以休息一下啦。哎，麦，把麦带回家乡了。哎呦，小象一上来就大放光彩，他的逻辑非常清晰，而且文本异常的简练，所以我真的希望小象第2季也能来上更多的舞台，然后去表演自己的这个单口。从他来的时候，我就很期待他表演，果然他一上台你就觉得哇，每一句都讲得很准，而且就总有你意想不到的点。小象，前途无量。闲鱼便宜，闲鱼集市更便宜。本节目由闲鱼独家冠名播出，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税。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下面一位啊，也是登台好几回了这一季，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欢迎我们来自东北的大齐。挺好。好。Hello，朋友们，最后一期了，欢迎大家，谢谢大家，我大齐啊。哇，今天看起来下面年轻的面孔比较多呀，感觉好多大学生啊，有多少人大学生？鼓鼓掌，我看看，全是大学生。我今儿主要给大家讲的话题是我上大学一些被骗的经历，因为你们现在这些帮大学生啊，可能被骗会少了好多，因为这几年反诈宣传做得太棒了。就我现在家楼下小区都有那种横幅，说本小区陈某浏览不良网站，充值被骗2万元。这横幅一拉，你说这小区谁会不觉得被骗可耻啊？谁还好意思在诱惑面前他不三思啊？谁好意思承认自己姓陈啊？就这事儿出了以后，我当时觉得他把姓氏放那儿还挺给人留面子的。你说他要是把这个人的名字点出来，我老丈人得多难受啊！哎，现在的大学生遇到的骗局，多数是骗取一点你们的劳动力。对吧？就比如说哪个老板啊，他要说，哎，现在用人多贵啊，旁边别人就建议他说，你找大学生啊。别人要说，哎呦，现在人都不能吃苦，人说你找大学生啊。有个老板说要做一档综艺节目，需要点观众录制好几个小时没有费用，人说你找大学生啊。真是太惨了。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我上大学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骗子。我当时是在 QQ 兼职群找兼职。突然有一天，在一个 QQ 兼职看那条招聘信息，上面写招盲人。我看这条信息的时候，我都有点懵了。我说招盲人，这条信息发给谁看的？我到那儿发现那一机构全是骗子，没有一个真盲人。他们打着盲人按摩的旗号博取别人同情。我说哥们儿，这有点骗人吧？
这活儿我来不了，我要走。他后面喊，他说300块钱一天，提成另算，你爱干不干？我说哥。出口我怎么看不着了，哥？他说你小子行啊，你见钱眼瞎呀你。来一个，给我上岗培训，告诉我很简单，让我给别人按摩的时候记住3句话就行。说你给别人按摩的时候，你站那儿，你说硬啊哥，哎太硬了大哥，大哥你腰不好，你这个腰是我按摩这10来年遇到过最硬的。让我骗人说身体不好，让什么加时长买药油骗人家消费嘛。培训1天，第2天让我上岗，我一小孩大学生站那人按摩，我往那一站，我说硬啊哥，太硬了大哥，大哥你这腰是我按摩的。我话都没说，人给我打断说小伙你等会儿，我都没上去呢，摁的是床。当天晚上我就不想干这活了，我要去跟他结账，他说明天结，明天我过去找他结账。他又让我干了1天，然后又说明天结。我当时就感觉他就是能拖我1天是1天，他想明日复明日。我想的是拿完钱我就不干了，明日复明。我就在那块干了1周，这1周我就遇到了好多奇怪客人，就比如有那种特别爱占便宜的，他到这儿他说他是某点评的V7，说给你写个好评。能不能送他一个拔火罐？他说感觉自己最近有点火。我当时我不会拔火罐，但咱不能说不会啊。我说你这也没有火呀。我心里想的不是这样的，我心里想别说你是一个V7，你就是7V来了。7V 确实有点火。我在这干了1周，我实在不爱干了。我说老板，咱俩算一下账吧。他说行。你还欠我900，我说什么？他说你工资2100，但是你培训费3000。我说老板，你培训啥了？你为啥这么对我，这么坑我呀？他说小伙，我看明白了，你是不是想出去单干？我说我上哪儿了？他说你这种人我见多了，偷完师自立门户，你必须得给我再干3天，要不然我上学校闹你去，闹到学校有点太丢人了。我就又给他干了3天，我那3天满脑子都是海伦凯勒。假如给我3天光明，3天一到，我出门就给他举报了。如果说第1份坑我这个人他的段位啊是 NPC 的话，第2份坑我那个人他就是人上人。他是我的一位东北老乡，在我们宿舍门上贴了个广告，我们寝室哥仨是看那个广告跟他联系上的。这个老乡的骗术是让我们做手工，让我们往他那个纸板上贴福字，用好多小尺寸的福字贴出来一个大尺寸的福字，贴一个他给我100块钱，但是这个福字的原材料他押金要收50，其实那原材料可能成本就3、5块，他主要挣这个原材料的押金钱，他要骗这个押金。但我当时真不知道，我心想这贴一个挣不挣？我这1天我得挣多少钱啊？我贴1天他给我结钱了，贴第2天又给我结钱了，到第3天的时候不止给我们结钱，还请我们喝酒吃饭。吃饭的时候，饭桌上我就问他了，我说咱这福字做完给谁呀？他说给阿里，给支付宝，给支付宝送去做周边。那年我觉得有点道理，因为那年支付宝正在集5福。我说那这么好的活你哪来的？接下来那个大哥的所有的话，到我今天我还记得，我给你们还原一下。他喝点酒，他说不喝多了我都不提呀。小伙，马云知道不？我说知道哥，我发小啊。我当时坐那我听懵了，我说哥，马云是你们锦州人呢？怎么能你这口音呢？他说马云浙江人。他说小时候他爸爸带他到那块旅游，他们认识了。他说马云呢，那会儿对钱还感兴趣呢。我那天跟他喝酒，我就听他讲，我也喝得挺性情，我就把第1份被坑的惨痛经历给他讲了一遍。他说孩子，吃亏是福啊。他说他比我们大了不少，他也没孩子，又都老乡。他说不行啊，让我们就管他叫爹。我不知道你们什么脾气啊，我这人一般情况下不喜欢认爹。他说以后可以在马叔那块给我们安排个工作。我说那为了马叔我可以破例一个。
他说以后尽量带着我们挣钱，照顾我们。说贴福的这个活儿马上要结束了，我说那还剩多少原材料？他说还有400多个，2万多块钱啊。我们3个大学生在那酒庄喝得满脸通红，对着手机又张嘴又眨眼睛啊。带了2万多块钱给他呀。拿了400多个福袋原材料，我们回宿舍贴了1周，贴了400多个小时，人均干了150个小时左右。我们3个那一周就是我们那个宿舍的贴福 boys。给我贴的眼睛都要瞎了。我说完了，这回真得去干盲人按摩了。到最后结果你们也猜到了，这老乡带着400多福袋就跑了，人去楼空。就到那儿，我室友都没反应过来被骗了，还学的口音，他说：“爸爸去哪儿了呀？”其实我今天把这些事儿讲出来啊，不光是想提醒说今天的大学生啊不要被骗，不光是这样，我更多的啊是想跟那些鸡鸣狗盗之辈对话。你要骗钱，这帮出来兼职的大学生，他本来就缺钱不容易，你从他们身上坑钱骗钱，有点太没人性了吧？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有些人你明明已经很富有了，你很有钱，你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了，怎么现在就想抢别人家石油呢？谢谢了，拜拜。耶，大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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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齐太棒了！从第1集开始就让我们观众超级喜欢，我们也特别喜欢。真的，大齐一上来就很有亲切感。对，大齐。而且因为我来之前看过你的表演，谢谢。你不是眼睛要一直眨，一遍，对，这好难。眨眼睛不难吧？我觉得只要是一个有眼睛的都可以眨。我说实话，这个真挺，这个变那个挺难的那个。这不难，这有手就会，有手就会。你大学的时候为什么体验了这么多兼职？上大学那会儿，主要是想体验一下自食其力的感觉，所以才兼职一下试试，能不能在这个社会上存活下去。有这个好奇心，就被骗了嘛。大齐除了说被骗，他自个儿干了3个这个俱乐部了，全倒了。我不说他是倒了，我之前说过，他叫更新。更新哦，对，更新了，更新了，得这么安慰自己啊。戚薇老师，之前想过什么兼职的事儿吗？打工啊或之类的，好像没有。我就是在，大学还有半年要毕业的时候去参加了《我行我秀》。那不干成主业了吗？这一下就。但是我当时没有这样想嘛。当时我和我当时的男朋友一起打印资料，报名了海选。哦。然后我会觉得，可能他中的几率比我更大。对，然后我们俩就一起参加海选。如果你进入杭州赛区多少个，你就可以去上海，相当于。然后晚上7点钟你会接到电话，如果7点钟没有接到电话，就说明你被淘汰了。当时7点钟，我跟我男朋友面对面坐着吃饭，我当时就想好，我想说没关系，他去就去好了。然后呢，结果7点钟。他没接到，我接到了这个电话，他没接到。后来他就送我去上海，那是我跟他见的最后一面。哇！他这2年在上海开炸印店，然后那个，对，赚的也还可以啊。大齐这一季，谢谢您。感谢您的精彩表演。下面这一位非常的可爱，也有很多人非常喜欢，就是我们可爱又迷人的后辈。可爱。大家好，我是后辈 ，I come from 四川南部县。今天是这个节目的最后一期了，
还真的是有点舍不得大家。我很幸运，在这里认识了你们，还有坐在后面那些朋友们。最重要的是，认识了这个节目的投资人。凭我的表现，相信下一个节目的邀约应该会多得我选不过来吧。没错，我可会社交了，尤其是向上社交。我18岁的时候勤工俭学，在四川老家一个冒菜馆子里面打工。年纪轻轻的我，为了成为老板的心腹，其他临时工都是按点下班，我是按着老板不让他下班。我让老板留下来陪我一起削土豆，我就是最早的南方小土豆。听得出来啊，我是削土豆出身的，爸妈呢也就是工厂里的厂哥厂妹儿，家里没什么钱，拿的是标准的苦情剧社会螺丝钉剧本。为了让我爸妈更辛苦一点，我大学还考上了最烧钱的导演专业，让原本不富裕的家庭更不富裕啦。但是我发现我大学室友家庭条件都很不错哦，他们都是那种家族产业啊，有物流公主，鲶鱼大小姐，还有工厂千金，还有我土豆杀手。但是我一点都不自卑的，因为他们都没有我家穷，全寝室比穷我就没输过，有什么好自卑的？毕业之后呢，我就开始做账号，火了。粉丝也越来越多了。因为我拍的是抽象搞笑的视频，对我的社交形象就产生了很负面的影响。然后其中有一条评论很扎我的心，是一个大学生写的。他说：“同学说我长得像厚本。”我搜了厚本的长相，我发现我天崩了。我也懵了，一时之间我不知道我该安慰你，还是该安慰我自己。你上大学你才知道你天崩了，你姐我可是天崩开局。这种评论呢，我一点都不在乎。那么为了提高我的荧幕形象哈，我就开始跟一些漂亮的男生女生玩。我没想到他们不仅漂亮，还很年轻。为了融入他们，我晚上蹦迪，早上回家。我是一个熬不了夜的人，我就硬熬。没办法，这种局你要是连续3次都不去的话，直接被开除。在被警告了2次之后，我主动退出颜值圈了。因为我头发真的顶不住了，我怕我还没出道，我就要先出家了。但是这种类型的社交还是让我认识了很多人，很多帅哥，从来不结账。那段时间的社交怎么说呢？财色两空。尽管我连他们的手都没有牵到过。还是迷失在了这个花花世界里面。我感觉我自己就是变得很不真诚了。那段时间也就影响了我的一个工作状态，因为之前我拍视频就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厚本。然后跟他们完了之后，我拍视频就是，大家好，我是厚本。然后我的摄影师，我的搭档小翠儿就看不下去了，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厚本，拍美女我另有人选，请记住，你的美丽源自于你的幽默。”我顿悟了，原来也不是你朋友圈全是帅哥美女，你就是美女了。我就总是追寻一些自己没有的东西，身高。瓜子脸，小鹿的大脑，而忽视了自己现在拥有的东西。自信，我，奥黛丽·赫本，我始终相信，自信、真诚是必杀技。
谢谢大家，我谢谢是。谢谢，谢谢。你是为什么要去那种你不喜欢的那个局啊？仅仅因为他们是一堆所谓的帅哥美女。对啊，帅哥的邀约我怎么会错过呢？当然美女也是了，美女也是了。我听着就累。那是以前，哥，那是以前。对，做自信的自己。对。我们都知道后本是自媒体博主，你的职业可能就是说永远都不太确定自个儿的这个工作的这种稳定度。确实很没有安全感，因为真的很焦虑，因为他永远要，比如说拍了很多视频，有一个火了之后，那个巅峰的那一刻永远不能享受，因为他要想下一个我怎么超过这个，或者跟这一样。流量焦虑。是的。其实我发现啊，看到很多做喜剧的人，就给我们的表现都是很开心，然后给我们所有的能量，哈哈哈哈哈！我在想，真的是每个人都是这么开心的吗？那肯定不是啊。而且每个人把自己的伤疤放进你的稿件里面，然后逗大家乐这件事情，大家会觉得喜剧演员是很开得起玩笑的。但是他们是不是真的可以就是重重的开玩笑，或者你说他真的会不介意？所以我想问的是，你做喜剧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是完全开心的吗？没有，创作的时候是很开心的，因为确实是你要跟一群喜剧人玩，会比较好玩。但我觉得自己经历了一些可能不太好的那个东西，但是其实是想要有勇气告诉大家，其实这没什么的，你看我都挺过来，可以继续开心去面对这些。所以想传达的就是大家不用害怕，开心就好了。对，谢谢你这种精神啊。其实大家就是都是这样的，因为做喜剧，我觉得做很多行业都是这种。成功意味着什么？成功对于我们的想象来说应该是开心。然而我们人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当你拥有了一切了之后，你还想要更多。你觉得这远远不止一切。所以我们永远不会有真正的那种所谓的快乐。我们可以避免碰见痛苦，是不是？有很多难过的事儿，我们尽量去避免它，但是我们保持这个乐观的心，保持永远向前的步伐就可以了。谢谢，后本。后本的段子会有的时候也是对他有点感觉心疼哈，但是我希望他能通过在舞台上讲述这些事情，能够让自己一点点去跟这种感受共处，所以我也希望他以后能在这个脱口秀的舞台上能够继续讲下去，然后把它变成抒发自己内心情绪的这么一个舞台。那么下面一位是来自我们的旅游博主，他就是我们的张美楠。我特别期待这场的收官战这一季的最后一期，我希望给自己一个完美的结局。今天能够上的都是战士，我是张美楠，跳而不骄，火而不躁。Hello， 大家好，我叫美楠，欢迎你们。前一阵子去那个上海迪士尼玩一个项目叫飞越地平线，5地看世界名胜风景。看到一片这个彩色清澈大海的时候，我旁边那个女生问她男朋友说：“这是哪呀？”她男朋友特别自信说：“三亚。”我实在没有忍住啊，我说这是斐济。她男朋友可能觉得自己特别没有面子，跟我对峙，说三亚在哪儿？我说海南。他说是海南大还是斐济大？我说海南大。他说那不就得了？我说哎，怎么输了呢？那不就得了，就代表我输了。输哪儿了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太好用了，以后谁再问我说你觉得你好笑吗？我说你觉得周奇墨好笑吗？他说好笑。我说那不就得了。得了，这个好，学会了。我其实平时出门挺自信的。我有一次去这个云南西双版纳旅游，
参加那个泼水节，知道吧？我去之前查了一下攻略，说那个当地村子里泼水节啊，比景区里边更正宗。但是到那我才发现，当地村子里泼水节啊，它不允许外地人参加。我说那咱们出来旅游，一定要遵守当地的这个文化和习俗。既然人家不让外地人参加，那咱们就冒充本地人。咱们穿几套当地的衣服混进去不也可以了吗？是吧？但是显然我没有搞清楚啊，什么样的是傣族人，什么样的是泰国人。当地人穿的那个衣服特别简单，特别朴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租的衣服啊，就那个姑娘穿金戴银，头上会顶大金字塔。我穿上金字塔就去了。但是当时觉得自己太帅了，我可太自信了。我跟我朋友说，肯定带你混进那个村子。刚到村口就被那个保安拦住了，说外地人不让进。我说我们几个都是这个村里的人。他说捆白脑白好们的里。我说哎，什么意思？他说就是外地人不让进的意思。我想狡辩一下，我说你去看一下我们这个穿着，一看就是本地人。他说如果不是这个穿着，我也没有办法这么确定你们是外地人。后来他问我说你叫什么呀？我说我叫张美男。他说这个村所有人都姓玉。我说那不就得了。所以我不是这个村子的。我能进去吗？他说捆白脑不好么的里。我说 You are welcome。进不去。但人呢，在做坏事上不知疲倦。我看到一个攻略上说，你穿过村子旁边一个小树林，翻过一个围墙，到一个农民家里，跟那个农民说放我出去，也能进入那个村子。我就带着我的朋友，你知道吗？穿过一个小树林，翻过围墙，掉人猪圈里了。这个时候从屋里边走出来一个大叔，你知道吗？看我就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刚要说话，我那几个朋友陆续跳进来了。我就觉得大叔肯定误会了，我赶紧跟人解释，我说大叔你好，我叫玉美男。我是外地过来旅游的。我说您怎么称呼啊？他说他叫玉教胆。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叫玉教胆。我说这不巧了吗？咱俩都姓玉，还是本家，以后你就是我爹。大叔说你也不用这么客气啊。他说你们可以进村玩一会儿，来一趟也不容易，但是一定要保持低调，别太张扬。我说好嘞。进村之后也真的想保持低调，但是那个衣服也真的不允许，太扎眼了。我们几个一进村好像去自首了一样，所有人看我们看脏东西一样，你知道吗？那个村民经过我们的时候都在那说捆白脑，捆白脑。我说你给我站住，我们不是外地人。他说你怎么知道那个捆白脑是外地人的意思？我说因为捆白脑摆好么定理。他说哈托。我说你也不要再说。我们本地人会的也不多。其实原来没有什么问题，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因为那个村子当天啊，有一个外地的考察团也去了。那个考察团一进村啊，把我当成本地人了。他过来问我说：“小伙子，
你们这个村子大约有多少人口啊？我说有多少人口我确实不清楚，但是你给我记住了，这个村子所有人都姓玉。他说你是从这儿出生的还是后来过来的呀？我说我也比你早不了多少。后来村长就带人来了，村长也没有把我们认出来，以为我们是考察团的。那个村长说：“这个小伙子，你觉得我们这个村子怎么样？”我说：“这个村子挺好的，就是进村有点太难了，路不好，能把你们村子周边的那个小树林都修一下吗？”后来那个考察团说让这几个人介绍一下这个村子情况吧。村长说：“这不是你们的人吗？”考察团说：“我们不是一起来的呀。”我说：“咱们不是一起来的，而且咱们肯定也不能一起走。我们现在就走。”村长送我们几个还出村，到村口又被那个保安拦住了。他明显有一点点懵了，你知道吗？上来就问我：“你是怎么进去的？”我说：“叫爹。”他说：“你再说一句。”我说：“我真是管人叫爹才进去的。”解释了半天，放我们几个出村，换了几套当地的衣服。我说：“这样，他们那个村子一共有4个村口，我说咱们换一个。”到了另外一个村口，又被保安拦住了，上来就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说：“哎呦，我就是这个村里的人呢。我叫玉美男，我爸叫玉教胆。”他说他爸也叫玉教胆。遇到人生儿子。我说：“这不巧了吗？我亲哥哥。”我没有想到他儿子在那执勤，跟他解释了半天，说刚才从你家猪圈里跳进去的，进村了，能放我们几个进村玩一会儿吗？但是这个小哥哥人也挺好的，说你进村去玩一会儿吧。但是进去之后，我发现一个大问题啊，我们一共去了6个人，我们那几个朋友啊，存在感他太强了。泼人家开始后，我就发现啊，当地人啊，泼的是文化，泼的是祝福。那几个朋友泼的是尊严，他胜负欲极强。当地人在泼水上是放着音乐的，载歌载舞的，非常文明，非常有礼貌。泼之前会祝福您，你知道吗？祝您来年发大财，轻轻的泼一下；祝您身体健康，轻轻的泼一下。我们那几个朋友啊，眼睛都不睁，口吐芬芳的，哎，来。给我看傻了都。我说你们是不是疯了呀？你泼人家考察团干什么？但是我确实羡慕他们那个状态，你知道吗？太自信了，真的太自信了，去哪玩一点不要脸，但是他们真的很快乐。我们有时候其实就是太在乎别人的眼光，根本没有人在乎你。就算是别人说你，不管他说什么，你就说那不就得了。后来我们几个就出了那个村子，碰见了几个外地人，过来咨询我，说你们是怎么进村的？我说你给我记住喽，你姓玉。你爸叫玉美男，谢谢大家，玉美男，谢谢。玉美男可以就是咱们最后一期，就是大家都感觉拿出来自个儿那个特别夯那种段子来讲哈。我感觉他讲了一集情景喜剧。哎，刚才我们觉得又学会一个人真理哈，就是那个那不得了吗？这个很好，太好用了。然后就是哪儿都不挨哪儿就愣说，说你看过不好笑就路街头吗？然后有人说没有啊。他说你看过那个喜丹跟脱友吗？说看过呀。你知道周星驰吗？知道啊。那不得了吗？是吧？这太好用了，我人间京剧。你是一个怎么着？就是说发生了一些事儿之后，
你就是会把它串成一个特别长的一个线，是不是？基本上就是这里边有一件事你印象特别深刻，回来就想把它写成一个故事，因为我们确实是跳墙进去的。跳进去跳人猪圈里，那个大叔跟人解释了半天，我们几个人。猪圈是真的，居然是真的。猪圈啊，那就没有什么是编的了。这个里边可能有些对话是我自己想的，但是所有的情节都是真的，包括考察团。我们最后被发现是因为人家考察团最后要合影，那个凳子上都有名字，没有我们的名字。好。哇塞，可以！你为什么能碰见这些事儿？你说，因为我自己出去旅行的话，我不太现在喜欢去那种就是大众常去的地方。去云南玩，我就经常去一些小的村庄，比如说今天就想去人家家里吃饭，我就去村长家里吃饭去。所以你在云南没怎么被拒绝过是吗？没有被拒绝过，都很热情。之前不是说那个哈尔滨对那南方小土豆儿特别好吗？对，就是那种感觉。大家来看外边来的朋友，只要不是太麻烦，都愿意招待。哎，其实美男每回并不是带来就是说仅仅是特别精彩脱口秀，还有那种特别实用的那种旅游的小 tip。太好了，谢谢，感谢美男。他的这个段子内容啊，就是我在听的过程当中，我一直想说他后面应该怎么走呢？结果又给我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东西。我没有见过这么持之以恒，就每一期就是讲旅游，就一定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专讲旅游的这么一个演员。行嘞，亲爱的各位朋友们，我们不好笑，就路途街头。下面是我们最后一期的最后一个节目啦。所以现在我们要把所有的掌声尖叫献给我们最后这位朋友，他就是我们的记者。我的最后一个舞台，想给自己一些正面激励，分享我这一路的一个经历，总结一下我这一季的心路历程，然后谈谈我的一些变化。现在我们要把所有的掌声尖叫献给我们最后这位朋友，他就是我们的记者。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陪伴我们这一季最后一期了，能允许我向大家要一个掌声，送给我们在座23位表演过的演员朋友们。对，不容易啊，坚持了一整季。哎，我们23位演员也给观众朋友们鼓鼓掌好吗？真的，他们也很辛苦，感谢你们。他们平时就是这样在后面带掌声的。聊一聊我最近1年的变化吧。其实我去年我也去了斜对面那个脱口秀的比赛节目，淘汰的很快。淘汰完之后，我自己心里也开始产生一些变化。我有时候在想，其实赢没有这么重要，就你比来比去，比到最顶又能怎么样？你看李诞，我们还在那一轮一轮的比，对吧？说我这个梗牛不牛，这个梗脆不脆，人家卖的就是牛脆脆。有什么可比的，你知道吗？但是去年淘汰的很快，确实一整年演出都没什么人认识我。我们在外面演出，老能刷到一些小某书上的一些评价，一些 report。我这个人比较敏感，我看过最多一种 report 是这样的，他说能不能不要再请鸡翅这种小咖了，给我看困了。我就喜欢看那种大咖，看那种周奇墨、小鹿、翟佳宁那种大咖，看完之后一整夜都兴奋的睡不着。我有时候在想，这个咖该不会是咖啡因吧？真的，脱口秀跟咖啡很像的，就咖越大你越兴奋。像我这种小咖，你总感觉那个味道不对，就你拿我尝了一口，你就感觉这个咖味不对啊。其实没什么人喜欢小咖了，真的，哪怕是我们平时最常喝那种就是9块9的那种。品牌我就不方便说了，小确幸。哪怕是那种小咖，上面印的脱口秀演员也都是大咖。小确幸上面印的什么？小鹿。我真的有时候觉得，就是没有必要分这么多大咖小咖，对吧？就咖啡最大的功效就是让你睡不着。你看了脱口秀大咖睡不着，你看了我，如果我今天晚上不好笑，我也要露宿街头。
你们今天晚上睡得着吗？睡不着。睡不着。但睡不着不要紧，喜临门能帮到你。你再精神，你也受不了喜临门呼呼智能床垫。你一躺，睡感透气舒压，像海浪一样轻轻拖着你，让你呼呼任性睡。谢谢，谢谢啊，念到商务了，这个节目是好啊。其实我今年来这个节目之前挺犹豫的，因为我是一个广东人，我们很讲究那种吉利。这个节目的名字其实不太吉利的。我第一次看见有人把惩罚写在节目名了。哎，不好笑就露宿街头，那好笑怎么办？我有个朋友，他说好笑的也不在这里。我说，已经绝交了，朋友们，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且录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的心情也是跌宕起伏。录到第1、第2期的时候，大嘉宾是赵露思老师，我当时心想这节目得大火呀。录到中期，宋木子来了，我说是不是前面2期太火，把这整糊了啊？怎么录到中间就宋木子了？后面得给我们送啥呀？该不会录着录着，吴鼎坐上去了吧？但这个节目里，我其实过得挺好的，因为不比赛你没有什么压力，而且说的很多露宿街头，其实在我眼里不是惩罚，就是奖励。上次带我们网吧包宿，哎，你们真的没有想到这个世界能有多么奇幻，你知道吗？因为我记得9年前我19岁的时候，我在那个大学的舞台上，我甚至弹唱过大老师那个《静止》。对。但我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就9年后的今年的某一天，我竟然能和大张伟老师在那个网吧里面一起打游戏。就鸡翅和大张伟在打吃鸡，而大张伟那天晕3滴，你知道吗？大老师还问我打哪个，我说那个一起来。打。这就是我被淘汰的原因。就那天不只跟大老师打游戏，那天跟我们一块在网吧里打游戏的还有易立竞老师。真的，易立竞老师年纪也不小了，染上了台球跟吃鸡。我真的很难想象一位老师在网吧里让我们教他打游戏。真的，我当时那个场面特别幻灭。我一晚上在那个网吧里，我一直喊，我说老师来了，老师快跑，给老师搞把枪。朋友们，我这辈子没有在网吧里喊过这么多声老师。我一般只要一喊老师来了，同学们就快跑了。当然那天周奇墨老师也参与到了这个游戏里面。当时我在想，周老板你能打懂吃鸡吗？也是不负众望啊，在一番交战当中，周老板将我当场击毙。而我的好兄弟吴鼎马上就跑过来了，开始舔我的包。当时怎么说呢？就一边舔我，一边舔周老板。枪法是准啊！接着就缩圈了嘛，一帮人嘻嘻哈哈，把我留在原地。喊着就进圈了，我说这缩的是什么圈？该不会是娱乐圈吧？吴鼎舔着个脸就进去了，就。哎，我真的很羡慕那种打比赛能赢的人，因为我这辈子就没怎么赢过，其实一直都在输。我还记得去年在斜对面那个节目里，最后看了那个广智哥夺冠。他当时夺冠的时候特别酷，说了一句：“我到长安了，谢谢大家。”底下都沸腾了，都说想摸摸他的奖杯。我在这里录节目也录了3个月了。我前2天我在朋友圈里发，我说我到长沙了，没有人要摸我的奖杯。我妈让我茶颜某色搞2杯。我真的搞了很多茶颜某色回家。那天晚上怎么说呢？整个广东的一个小家庭里面，一家3口全都睡不着。
太兴奋了。我当时看着那个奶茶，我说这个奶茶里面也没有多少咖啡因了。我妈语重心长跟我说了一句：“记住，小咖也是咖。”比赛又要开始了，希望大家都能打赢自己人生中的比赛。我到长沙了，谢谢大家。哇，机智太酷了，而且每一场都演得非常好。对，尤其是那一期。无名指，他一共说了4回稿，我记得倍儿清楚，对吧？对，就是神一样的存在，然后就是感觉这个人啊，能一点破事儿就能越写越多，越写越多，越写越多，越写越多。我觉得我们几个要给你鼓掌，了不起！谢谢大家。你演得开心不？每一次上台？开心，后面越来越开心，因为第一期真的很拘谨，很紧张，有一点啊。对，我觉得这节目也是让我慢慢能适应在节目里讲脱口秀那种状态。我有一阵子感觉不比赛也挺好的，就因为比赛的时候大家竞技感特别足，是，大家就很追求去分享观点，然后在一个这么多观点的时代，大家还能上来讲趣事儿，我觉得这个节目就挺棒的。对。鸡翅说那个不比赛挺好，我发现不比赛大家一点也没有松懈。对，每个演员站台上还是有很强的那种，他不是跟对别人的好胜心，而是对自己的，所以还是在尽自己全力去展现高质量的演出。其实演员一直在自己跟自己比赛。对。咱节目不比赛是一个新的突破吧，比如说鸡翅这种，他在那个2个比赛里就可能挺失望的。比赛他那个赛制会客观的，就会让很多人没有机会来得及再次证明自己。然后，所以我感觉咱们这节目这个不比赛的形式功德无量。我相信咱们下一季那节目那个地方会做更多更优秀的演员来参与到这种形式来。哇！这个话呀，听上去很对，但是他非常损啊。他说下一季会做更优秀的演员。也不说我都没发现，下一次还有很多跟他们一样优秀的演员。我们下一季会更优秀。然后那个鸡翅，你要自信一点，不用想那么多，也不用害怕比赛，你就好好分享就行。因为对于我来说，脱口秀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在于，就是如果生活之中碰见了很多就是像刚才说痛点呀、难以就是释怀的事情，然后平时老说要往好处想，但是脱口秀总是能往好笑处想，就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因为那么多事情它不会变得多好，生活不就是这样而已。但是如果你能把它变得更好笑一些，然后你就能原谅很多的事情。所以脱口秀是非常了不起的、有功德的一件事情，希望坚持下去。谢谢。鸡翅呢，他特别能代表当演员还没有什么曝光度、知名度的时候的那种心态，就是那种小人物，我就是想要改变我的命运。他能力非常的厉害，鸡翅应该早就明白这事儿了，就是任何一个成功的人都比一个失败的人失败的次数多，因为他失败过很多次，他才成功的。希望反正就是越来越能让大家看见鸡翅的伟大吧，就这样。今天很多这个新人演员都给我们做了很多特别了不起的演出，而且我觉得虽然是最后一期啊，但是我觉得演员们今天上台是极其的有一种亢奋，对吧？对，我作为观众啊，我也看过线上的，线上我会像大家一样一起追，但是我到线下来看，我还是觉得对我的冲击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到现场去直接感觉到他们给你的那个冲击力，它可以给你融入的更好，我觉得那个会更感动我，会更打到我。太对了，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让别人笑，是怎么样就能笑的最多？标准就是别人笑你就笑。哦，你明白吧？在一起。对，因为是一堆人在乐，大家去剧场一块看的时候，感觉哇，这个世界是活的。有这么多人还会跟我一块笑，然后那种感觉非常感动的，其实很美的一件事儿。希望各位去线下多支持他们演出，谢谢各位的努力，谢谢大家，谢谢各位。那么呢，大家辛苦了，新演员辛苦了，观众朋友们也辛苦了，我们也辛苦了。在节目最后的最后呢，我们就是希望各位能够一直走上更美的花路，更了不起，每天都是前途似锦的。来了，送上我们的傻瓜儿。
叽里呱啦咕噜呱啦，弹着我小曲儿啊一二幺啊一二幺，溜溜达达洋洋洒洒胡唱我的词儿啊一二幺啊一二幺，噼里啪啦咚咚哗啦戏唱小毛驴儿啊一二幺啊一二幺，蹦蹦哒哒嘻嘻哈哈笑的驴打滚儿啊一二幺啊一二幺，左边滑然后右边滑，然后把腰一叉再转个弯，然后双手放进右腿蹬下来，哆来咪发手拉起撒花，啦啦啦啦，撒花，萌呀啦啦啦，撒花，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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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也有着心儿满台下。走了地方，手拉起小花，小花。谢谢各位，谢谢齐薇，谢谢所有的朋友们，我们这一季不好笑就路虎街头演出就到这儿啦，谢谢大家。那么呢，各位的那个小纸牌，对不对？可以给我们写出我们这一季的祝福，帮我们打上你的分数，多少分？10分。多少分？10分。10分。100分。100分，打出你们心中的分数板，撒花啦！谢谢各位，谢谢大家。哎呦，收官了，来这节目带了不少好段子，走了我得看看能薅点啥走。这纸巾盒我得带走，薅羊毛呢？是啊，周老板，其实我最想薅的是您的灵感，可惜带不走。我的灵感带不走，但我有一个灵感提纯神器，你可以带走呀。长康100%纯芝麻油，我知道，它跟别的芝麻油很不一样。你看咱写段子哈，废话要是多，梗就不响了。它配料表就一样，100%纯芝麻。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从来不是靠花哨，而是靠纯正。好段子是这样，长康更是这样。所以好段子就跟好油一样，纯的才能留得住。对，这就叫专业同源。段子要准，调味要纯。行，就它了。收官礼物我打包带走。亲爱的演员们，这是我们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最后的大礼，哇，好漂亮，是不是非常的熟悉？就是咱们第一次露宿街头的地方。咱们从冬天露到夏天了耶。因为这个季节正好开始露营的时候，咱们节目结束了。好嘞，亲爱的各位朋友们，掌声在哪里呀？我们不好笑就路虎街头第一季收官啦！优秀的表演离不开背后的支持，感谢一路陪伴、见证所有新人演员成长的品牌金主们，干啥都先上咸鱼，感谢神奇的咸鱼。呼呼任性睡，怎么睡都舒服。感谢喜临门呼呼智能床垫，长康100%纯粹，长康100%对味。感谢纯粹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感谢喜之郎果冻，连接你的热爱，买票上大麦。感谢大麦演出。谢谢以上品牌金主对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今儿特别的神奇，没有任何的差评，那些差评全给撕了。感觉好多差评。我这第一个5星好评，看完小象的演出特别舒服，幽默干净，又能感受到坚韧不拔的力量。小象，你一定会成为大象的。鸡翅，你的收尾太炸了，它是炸鸡。我这里也有一张5星好评，看了大齐的线上演出，特意来的，真是挖到宝了。这个 ID 叫娱乐圈小天才。我回去关注一下娱乐圈小天才。这个是送给所有演员的。
所有的演员都非常的稳，简直是爆了爆了爆了！祝各位朋友们都越来越好，狠狠的期待下一季。谢谢。下面就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咸鱼，送上我们这一场的结果。鱼头人来啦！哎呦！咱们这一季的大目标，各位还记得吗？记得。整季的10场演出呢，平均4星以上，比例达到70%以上。人员解锁不好笑，就露宿街头的线下演出。那我们有没有圆梦呢？我们最后一期的分数是多少呢？你们猜一下。88、92吗？92。我觉得咱们这次应该是可以解锁这个最终巡演，因为我们前面有几期分很高。我对大家还是很有信心的，肯定没问题。肯定还是有点紧张的，但还是希望有个完美的结局，给自己一个圆满的句号。我们来说一下我们前面的满意度啊，84%、68%、84%、67%、85%、93%、86%、65%、85%、92%，平均是多少？是81%。我们全员解锁，不好笑就露宿街头线下演出。欢迎大家上大麦，支持咱们不好笑就露宿街头全体新人演员线下演出，看演出、逛展览、追赛事、买票认准大麦。那么既然咱们完成了咱们的大目标，那么下面就是我们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颁奖环节就要来了，同学们！而且我们这个奖叫做一辈子的荣誉。一辈子，真是一辈子！哦天哪，给被子！哎呀，一辈子，这一辈子。因为这个颁奖词呢，是你们中任何一个人写的，给他写的。哦，跟咱们之前呢毕业写的这个同学录是一样的。那么前面4句，看能不能猜出来是谁。那么第1句是这样的：你可以质疑天一的段子是谁？但千万不要质疑天一的穿搭，因为段子还有上升空间，但是穿搭他已经尽力了啊！获得的是最在意穿搭奖，这纯在意啊！也不是最佳穿着，只是在意，只有他自己最在意。天一老师每次搭配服装会花很久时间，他最在意穿搭，真的是用心在调配。对，你看这天天穿皮裤衩能是一般人吗？脱口秀最重要就是帅啊！帅！第2个真要猜一猜了，靠自身实力在体育馆，我看一眼，这都什么词儿啊？将双翅、木环、裂亚目、幼虫模拟的惟妙惟肖，就是蛆啊！哦，张美娜。所以我的奖是蛆奖。区小奖，所以你的奖，你是孤勇者，雇佣者奖，你一定会破茧的，升仓了是吧？就是这意思。来，升仓吧！感谢各位，感谢节目组，感谢我自己啊，不容易，这都是一步一步爬出来的。一步向上爬。感谢你，谢谢。好嘞，给他一个支点，他能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睡眠，这是什么玩意儿？楚哥只要没有镜头就睡觉。大汉吧。
楚哥睡他就睡，楚哥发呆他就发呆，这两个人一个困一个乏，不是在睡觉就是在打盹。大汉获得春困秋乏奖，楚哥荣获比比大小睡奖。先有请我们的楚哥。楚哥，从清晨到日暮，从棚内到户外。他用打盹诠释了只要心中有床，哪里都是天堂。是谁写的？我写的。他哪个时候就突然就睡着？那一瞬间你已经崩溃了。你说这都能睡着？任何时候。录真人秀他也睡觉。录真人秀我没睡，我有照片为证。因为我确实来这挺疲惫的。家里俩孩子呢？俩孩子上着班呢还。对，所以说我就经常坐在最角落里，然后就睡觉休息，然后很多镜头都是大家推给我的啊，感谢大家啊！来这里感觉对我感觉就是像梦一场吧。哎呦！好，谢谢大家。楚哥。就是可能也上年纪了，确实比较疲惫，也不能算睡觉，因为其实没有真正的睡着，就是闭目养神。是一个独辟蹊径啊，这条路线很难解啊，不过还是被大汉挤进来了。大汉来了，春困秋乏。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楚哥，要跟你分开了，我怕没有好的睡眠啊。经常给我打电话吧，反正就这样。谢谢大家。最后一期炒 CP 啊！楚汉之争嘛，这。然后举起无名指，跟世界说 Yes I do。鸡翅吧。恭喜鸡翅获得不好笑就露宿街头最无名奖。来。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喜欢自己的观众，谢谢大家。太好了，谢谢，这是真心话。当无名指这篇稿子也发挥得很好的时候，我就觉得此生无憾了。如果你是跟无名指的话，这个世界肯定会有人在乎你的故事，会有人记得你的名字。到现在我感觉就是有个交代，就是我喜欢的东西我已经给你们说完。反正不是要巡演吗？我们在剧场欢迎大家光临。我觉得节目组很用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奖，节目组也希望每个人都会被大家看见。我跟所有人都在快乐的环境下一起成长，我真的有一种家人的感觉。我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越来越好。作为一份子，我会觉得很骄傲，然后还想接着做梦。接下来颁发微博与不好笑就露宿街头共同发起的特别奖项——笑街最高人气段子手，他就是大吉。感谢微博给我的这个荣誉，也感谢节目组让我能来这儿，有了一段很棒的体验。在这块玩的录的我都很开心，就是越来越喜欢这儿了，越来越舍不得走。目前能给自己编段子，幕后能给其他演员支招。谢谢你用一字一句帮我们编织了未来。恭喜柳三变荣获不好笑就露宿街头笑街慈父奖。来，有请慈父来。我快40了。从小到大，我看了很多选秀综艺啊，包括最近也看了一些脱口秀相关综艺。然后他们在录制结束的时候，总会说：“属于他们的夏天结束了。”我以前很羡慕，他们有属于他们的夏天。希望这一次属于我的夏天开始了，一定会的，一定会的，一定会的。各位朋友们，接下来揭晓我们的巡演海报。哇！这个感觉太好了。
我觉得那一瞬间有点热血，这时期的表现感觉好像都一下贴在了墙上。我能够从每个人的脸上看出大家在这个行业里面对喜剧的热爱和对未来的一些憧憬。挺有奔头的，看看又有机会大家聚在一起了。我会永远记着这个节目，你美好的记忆。我非常开心能跟大家一起度过这个春天，我也希望行业也在春天，然后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在夏天的时候迎来属于自己的绽放。我希望，不管我们现在处于自己喜剧发展生涯的任何一个阶段，我们能够一直都这样单纯的抱着一颗想逗别人笑的心，去触达到你最想触达到的观众，去看到你在线下的舞台上尽情的绽放。希望各位可以不惧风浪，不听任何流言蜚语，能够忠于自个儿的坚持与美好。我觉得大家真的是都很棒，多多给到脱口秀演员们一些鼓励。不要内耗，付出的努力都是值得的。成功！第一季笑街暂告段落，让我们的快乐和热情永不打烊。再见啦！再见。想来线下看选手们的演出吗？打开大麦 APP 搜索“不好笑就露宿街头”，进入线下演出许愿活动页，关注你喜欢的演员，并许愿你想看的演出城市，选手们可能就会来到线下演出现场哦。欢迎来到露宿街头也要笑。先来玩一个游戏。你不会写词啊？雍正 WC 是啥呀？什么雍正 WC？ 雍正王朝？哎呀，雍正王朝是陈道明主排的。那是唱戏。对不起，唐国强老师。露宿街头到这里就结束啦，杀青喽！这一季真的非常非常开心，还是蛮多回忆的，学到了很多东西。露宿街头也要笑，我们永远爱笑。拜拜。拜拜。不好笑就露宿街头，每周六中午12点更新。SVIP 用户可提前看下集 ，VIP 每周六周日分天更新，非会员自周二、周三12点免费观看。SVIP 用户每周日加强衍生、嘉宾精编、段子纯享版等精彩内容。每周日中午12点 ，SVIP 用户解锁露宿街头也要笑衍生节目，看脱口秀演员们更多爆笑互动。每周一至周四不定时掉落笑街微博精彩花絮等你来看。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关注新浪娱乐，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哎，告别这个场地了，还有点不舍呢。希望各位都能够从容的燃烧，坚持下去。挺好，这是大家海报，跟这儿也相处2、3月了。哎，希望大家的段子都不要被辜负，希望大家都被更多人看到。拜拜了，谢幕。再见，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会越来越好的，脱口秀棒棒的。我们下次再见。第2季笑街，咱们再见啦！谢谢。
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别和傻子置气，都不至于，都不至于，都跟我没关系。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就是离开，离开就是肤浅。我说好的呀的呀，好的呀的呀，全都好的呀的呀，好的呀的呀，必须好的呀的呀，好的呀的呀。Homie， 来找一切，只要我不在乎，就没人能够伤害我。只要我不在乎，就没人能够伤害